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要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恐怖经历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今天这一则是发生在美国。上一周我介绍的是哪里？忘记了，日本吗？对啊，好 ，OK。那介绍今天恐怖怪谈之前，大家应该有发现到那个开头影片我稍微改了一下嘛？对啊，我发现好久没有改开头影片了，所以说改一下。对，好 ，OK。Anyway， 今天我要介绍这则经历哈。其实是一个人的租房经历。那其实我也之前也讨论过很多像租房的一些恐怖怪谈嘛。那像说有发生在越南的，有发生在印度的，有发生在日本的。那今天这则是发生在美国。那其实说到美国，我们想到他的房子，当然他们也有大厦公寓、甚至别墅或者是那种联排别墅，非常多种的那种类型。那当然有一些是历史性的房子嘛。可是今天这一个人他们住的房子其实也不会很旧，甚至他也不知道里面有发生过什么事情。最诡异的是，他之前在这里都没有碰到什么事情，而是做了一样动作之后，这个房子似乎才失控了。会不会是他破坏了某种结界或封印呢？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这一个人他所碰到的经历咯。我要分享这个故事不是单一的事件，而是一连串发生在我与朋友共住的联栋房子里，以及我们与超自然之间的连接。时间是2016年10月，地点是肯塔基州北部。我和之前的室友，曾经最好的朋友闹翻了，结果我突然得找人顶下那半间的租约，才能负担得起这个房子的房租。于是我在公司认识了一位新朋友，接手了另一半的租约。我和库珀，我认识他并不久，相处还算融洽，毕竟我也没有别的选择。我去他奶奶家帮他搬东西，那个房子给人的感觉很冷，很诡异，气氛不对。餐厅的墙上从头到尾摆满了天使娃娃。库珀住的楼下有个桌子，上面放了一颗很惊人的水晶球，周围堆了大量的水晶。他奶奶以前是个通灵者，他谈起阴影人与另一个世界的语气，就像在说邻居一样的平常。他提出要替我看手相，我有点不情愿，但还是把手伸了出去。当时我实际上是个奉行异教的人，也相信超自然现象，但同时对很多事情也保持怀疑态度。他说了很多他不可能知道的我生命当中的细节，库珀当然也不可能知道那些事情。我被吓到了一点，但不久之后我们便离开了。我们约了几个朋友来帮忙搬家，顺便聚。在库珀的卧室当中，之前和前室友同住时，我从来没有进去过这一间卧室里。我感到一股想要住在衣柜里的拉力。我一直从我们大笑聊天的朋友群里退出来，独自坐进那个衣橱里。朋友们一直没有注意到，我就关了衣柜的灯，把门关上，坐在里面。那里听起来既安全又让人平静。说实话，我有点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怕黑暗狭小的空间，所以这行为有违我平常的个性。当朋友们回到楼上，他们发现了这一点，并说服我离开衣柜去吃晚餐吧。接下来库珀承认几乎每晚都会做噩梦，梦见衣柜里有个黑暗的影子，露出巨大的獠牙，对他咧嘴微笑着。然后就是万圣节的那一段时间。作为实践异教的人，我觉得有必要为萨温节做些法术。那个仪式比较像是在向祖先与逝去的亲人表达感受与爱，只是不知怎的，我相信某些地方出错了。我打开了一个门，一个窗口，之后屋内的事情很快就开始发生了。那天晚上我们去参加一个万圣节派对，回到家已经很晚了，我当然也喝醉了。我去用楼下的浴室，我自己记不清楚细节了，因为酒醉了嘛。但我朋友没有醉，显然我在镜子前一直念血腥玛丽，血腥玛丽，
并与镜子角落的一个人说话。我把那个人描述成穿灰色洋装的女人。当我在镜子前耗了很久，库珀听到我与某人对话时，他试着打开那扇不能上锁的门，但门卡住了。他最终把门给打开，发现我还在漆黑中跟看不见的人说话，角落里还有人影。不久之后，有一次我们俩同时下班回家，发现挂在我卧室门把上原本用来保护我的女神坠饰，竟然整齐的像用被刀割过一样切断掉了。同一周内，库珀几次以为我在家，但其实我并不在家。他说他看见一个黑色长发的女人从浴室走到我的房间，几乎每天我常觉得有人在厨房紧贴着我走，每一步都跟着我的步伐。接着有一次我们上楼时，看到他的门半开着，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头颅带着发光的眼睛从天花板处垂下来。从他脸色惨白，我知道库珀他也看见了。我们立刻离开那里，当晚去别处过夜。在我们积极想搬离之前的最后一次重大事件，是某个晚上我们在客厅时所发生的。库珀的狗行为很奇怪，跑上楼去。库珀上去查看，但耽搁了很久都没有下来，所以我也上去了。他的房门被堵住了，我挣扎着想要进去，库珀的狗吓得被冲出来了。库珀坐在房间中间，神情茫然，喃喃自语。我不懂发生了什么，只是试着让库珀他清醒过来。库珀突然用恐惧的眼神看了看我的背后，告诉我：“你得走，我们现在就离开。”我的身后是衣柜，试图理性化他很荒谬的反应。我去拉他起来，他不愿的起身。我感到手臂一阵疼痛，但仍然忽视了他。我还在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是心理作用，是幻觉。我抓住库珀的手臂，开始往外走，心想离开后他就会没事的。走路时感觉好像有几个人在拉我们回去，走得很吃力。我们把门关上，用力关死。下楼时他渐渐恢复意识，显得很困惑。我低头一看，手臂上有3条红色的抓痕。离开那间房子之后，我们几乎再也没有遇到那么多的超自然的状况，对此我心存感激。哇，这个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还可以到最后隔了那么久才要搬走，其实我觉得蛮厉害的。其实我觉得这房子有着什么样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觉得还蛮夸张的，因为它不像是东西会飞会乱动，它所散发出的是一种很莫名的那种恐惧感，而且很诡异啊。一般来讲应该大家会觉得衣柜里面很恐怖，除非玩躲猫猫，要不然谁会觉得坐在衣柜那种黑暗的空间里面会感觉到很舒适很安全？这会不会是第一个假象？那再来，他的法术是不是真的乱搞砸了呢？因为他之前都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他是做了这件那个法术之后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觉得会不会是他自己活该？对啊，找个专业的人或者是什么都不要做，不是这样就好了吗？这个叫弄巧成拙啊！好，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还蛮有趣。那假如以恐怖指数来讲，我觉得它有达到4颗星的。为什么没办法再更高一点？是因为他讲了更详细的去诉说，或者是去查询这个房子以前有什么样的历史，我会觉得这个简介会觉得更有趣。但说真的啦，假如是你我住到这种房子的话，碰到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也不会想要查询军力，只想赶快搬走，不是吗？好 ，OK， 那今天恐怖观察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咿呀擦擦。